定改字系统后，我把暗恋改为了暗杀。暗恋女主的学弟们举起刀子，埋伏在各个角落，只为给她致命一击。把爆火改为了爆炸。女主所在的校园论坛爆炸了，直接进了医院。女主懵了，系统崩溃，而我却笑了。今天这个女主，她非死不可。这天，女主正迎着一众爱慕的目光走进学校。校花大人，请你接受我的情书吧。哇，校花好漂亮！系统这时发出剧情，顺便略带猥琐的提醒我。柳如烟家境优渥，漂亮多金，整个学院的男生都暗恋她，尽情发挥脑洞，多给自己加点感情戏。我冷哼一声，刷刷两笔，直接把暗恋改为暗杀。刚才还一脸爱慕的男生，从信纸里嗖的抽出一把匕首，对着柳如烟就要。狗贼受死！他直接倒地，系统发出尖叫：“你疯了吗，老铁？女主死了！”因为癌症晚期，我被系统拉进校园文里当男主。男主仅仅只是因为贫穷就被高冷校花的女主盯上，经历一系列虐身虐妻，男主终于被虐死了。故事的最后，女主在雨中抱着男主的骨灰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哭诉着：“我错了，萧凡。”系统对此十分感慨。多么伟大的爱情！只要你能安安分分走完被女主霸凌、被绑架、被囚禁，然后被扔进海里喂鱼的剧情，你就能得到健康的身体了。系统，你要不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为了你能顺利完成任务，这边给你一个每个剧情点都可修改一个字的金手指哦，你完全可以用金手指来和女主开展一场美好的爱情。周围传来一阵阵尖叫，校医务人员说：“幸好啊，他的心脏长在了肚脐眼的位置，因此只受了皮外伤。”这时系统得意洋洋：“幸好我眼疾手快，及时修补了漏洞。你刚才一定是写错了吧？下次可不能再这样了呀！”槽点太多，我磨了磨牙，还没来得及回应，上课铃就敲响了。老师站在门口，面带微笑的鼓励我：“快做个自我介绍吧，你可是整个学校唯一的平民。”他话音刚落，教室里就传来一阵窃窃私语的声音：“贫困生怎么会来我们这个贵族学校？不会是靠不正当手段吧？有好戏看喽！”老师见我没说话，转了转眼睛，心里又起了主意：“这样吧，转校生，你就坐在柳如烟旁边吧，只有她身边有位置。”我环视一周，全班的同学睁开好戏般的看着我。原书里的男主就是听了老师的话，结果被柳如烟直接拽着头发从座位上拖下去，嘴里还不干不净的骂着。想到这，我扬起微笑：“不用了，老师，我直接坐在教室最后一排，我坐在这里就好了。”怎么跟我坐在一起，你感到恶心吗？我心中暗骂，这女的真是神经病。还没来得及回应，系统又发布了剧情。柳如烟看着这个倔强的贫困生起了兴趣，她决定给他一点颜色瞧瞧，因此她单方面对他发布了听话红牌，这让萧凡的生活变得更加难过。系统这次直接暗示我，越欺负你就是越爱你啊，你可以把红改为爱。柳如烟看着我，手中夹着一张红色的 Joker。贫困生，我宣布要对。我吓得手快出彩鸟，几乎不假思索地开始动笔，把它改为他。他决定给他一点颜色瞧瞧。柳如烟的话不由自主地开始拐弯。我宣布要对我自己发出红牌，全校师生都可以在任何场合、任何时间对我开展霸凌。周围人一片惊讶声，系统十分震撼。什么？这也行？而我心里早就乐开了花。没想到校花竟然有这种兴趣爱好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校花怒目而视。我说的是对我开展霸凌。大家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该不该上前。原书里男主在柳如烟红牌一发下来时，一堆人就对男主进行拳打脚踢。我冷笑一声，当机立断冲上前去。规则就是这样，红牌一发，无论对象是谁都要遭受霸凌。柳如烟恼羞成怒：“快打我，打我！”大家犹豫片刻，纷纷涌上前去。这个剧情最终与女主被打出血结束。肿着脸的柳如烟阴狠地看了我一眼，系统在我脑子里哭了起来：“求求你们谈个恋爱吧！”我充耳不闻，张扬地与柳如烟对视。他扯了扯唇角：“等着瞧，贫困生！”系统，你看他根本不服啊！下课后，一群男生就把我堵在了楼道。新来的，我们要教你一点规矩。柳如烟看到这一幕，冲我露出一个挑衅的笑容：“来人，给我划烂他的脸！”这时，一个男生瑟瑟发抖地站出来：“谁让你对校花不尊重？”眼看着那把匕首就要划伤我的脸时，突然林婉婉听到了一些动静。此时系统又开始了剧情推进。林婉婉知道这是柳如烟搞的鬼，但还是决定救她。系统略带兴奋地喊着：“林婉婉是女二，是温柔女二，她和女主一起被称为双子星，你快跟她发展感情。”我皱了皱眉，我记得这个林婉婉十分伪善，救了男主以后，她让男主隐忍，还自作主张把男主的国家奖让给了女主的妹妹。想到这，我直接把旧改为替，还是决定替她。下一秒，林婉婉便快速地往这边走来：“把她放了，划我的脸！”因为剧情的推动，他们真的把我放了。刚回到座位上，眼前就出现了剧情。柳如烟发现任何手段都无法动摇萧凡，决定在校园论坛上对萧凡进行造谣，却没想到他所在的校园论坛爆火了，从此萧凡名节扫地，成了过街老鼠。这个剧情是男主人生的重要转折点，因为柳如烟的造谣，男主没法去打工，又因为校园霸凌，他成绩一落千丈，
最终不得不沦为柳如烟的金丝雀。系统小心翼翼提醒我，这次我申请到了权限，你可以改2个字，我直白一点，求你把造谣改为表白。放心吧，系统，咱们还是改1个字就行。我轻车熟路，大笔一挥，把爆火改为爆炸。柳如烟屏幕里的字还没打完，电脑就突然爆炸。随着这一声爆裂的巨响，系统发出尖叫：啊，死了，女主又死了！我站在天台，看着救护车把焦黑的女主抬走。这都死不了，系统花了大价钱把女主救回来。要是男主死了，你们也会花大价钱救吗？那怎么可能？男主死了，再换一个就是了。空气瞬间凝固，我扯了扯唇角，不再回他。过了一会儿，系统小心翼翼又带着些埋怨：你为什么非得让他死？你做完任务不就能回去了吗？你这是何苦呢？我皱了皱眉头，阴森一笑：我为什么非得让他死？你们抓人之前不做背调吗？系统略带恐惧的声音响起：你是谁？在我之前有几个攻略者，没有100也有数十，我数不清了，因为攻略失败都被抹杀了。我的身体控制不住的颤抖，强大的怒火让我恨不得撕碎这个系统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帮你完成任务的。就在这时，系统又开始推进剧情。柳如烟终于意识到这个贫困生的厉害，因为重伤，她被迫在萧凡面前消失。我双眼赤红盯着系统，系统意识到不妙，苦口婆心劝我冷静，冷静，你任务要是完不成，你也会死的。我充耳不闻，愤怒突破纸笔，把消失改为分尸。系统看着剧情懵了，分尸？你发什么疯？我们这可是校园甜文。我压根没搭理系统的提示，因为剧情的改变，不到5分钟，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女生找到了我。您好，肖先生，虽然很冒昧，但我们必须在你的面前为他分尸。系统言机了，我悠悠提醒他：怎么还不花钱救他吗？还是说你没钱了？我眼中抑制不住闪着兴奋的光。有，当然有。下一秒，女生略带迷茫的晃了晃头。啊，我刚才在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有时间看看柳如烟吗？她脑子受了重创，一直在叫你的名字。系统怕我再对女主做出什么事情，他惊慌失措。他没时间，别去，你别去。听着耳边歇斯底里的电子音，我微微一笑。当然有时间。到了医院，欺负过我的黄毛正死死挡在病房门口，见到我，他面露恨意。你怎么有脸来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事情是你做的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只是意外。明明在他眼里，这件事只是意外，那他为什么会笃定这跟我有关？我没忍住去问了系统。系统吞吞吐吐，半晌才说出一句完整的话：这可能是因为他太喜欢柳如烟了，所以把所有事都怪在你的头上。我没有理会这句漏洞百出的话，我一把推开黄毛进了病房。柳如烟整个人被包得像个木乃伊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死死地盯着我。半晌，他艰难地开口：萧凡，我发现我喜欢上你了，我从没见过你这种男孩，如果可以，我们在一起吧。系统在耳边欢呼：快答应他，答应他，你的任务就完成一半了。我没有回应，而是感到一惊诡异。好奇怪，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奇怪。黄毛眼中的恨意，柳如烟无厘头的告白，还有莫名其妙完成的任务。你还在犹豫什么？答应了你就能回到原来的世界里去了。系统忍不住开始催促，听上去的确是一个好主意，但我勾起恶劣的笑容。我不同意。柳如烟说得很动情，说她如何被我吸引，说我如何坚韧不拔招人喜欢，但我看得分明，那双眼睛里没有一丝爱意，甚至带着怨毒。我还没说话，黄毛就忍不住扑上前去。如烟，你怎么能向这个男人表白？就在这时，新的剧情出现在眼前。看到重伤的柳如烟，黄毛的泪水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流出来。系统防止我再次对柳如烟做什么坏事，因此只放出一些人物描写的句子。看着这句话，我呵呵一笑，决定干票大的，直接把泪水改为泼水。系统迟疑的开口：这是什么东西？话音未落，整个屋子的人开始呼吸不畅，就连我也感受到胸口的压抑。黄毛的眼睛不停地往下流水，在他的哀嚎声中，我笑了。泼，一种放射性元素，世界上最毒的物质之一，据说只要3克就能让地球80亿人中毒身亡。霎时间，放射性物质迅速地遍及整个屋子，刺鼻的气味伴随着黄毛的哀嚎。眼睛，我的眼睛！没2分钟，他就没了动静，我也缓缓闭上了眼睛。下一秒，系统暗骂一声，花光了所有的能量。再次睁眼，他似乎苍老了很多，声音都变得很虚弱。这一次，所有人都不敢轻易说话。我环顾四周，最终把视线定格在柳如烟身上。正欲开口再搞点大事，系统却打断了我。我知道你是谁了，上一个失败的攻略者是你父亲吧？自从我得了癌症后，最伤心的是我的父亲。父亲是坚定的唯物主义，可就这么一个人，日日夜夜对着医院的墙壁祷告哪位神佛有眼，能路过救一下他的儿子。我这病医生看了都摇头，他却死活不放弃。短短2个月，存款花得干干净净，中医西医神医巫婆能试的他试了个遍，我的病却越来越严重。最后见到他时，他给我煲了最后一碗汤，见我喝下后，脸上带着解脱的笑意。萧凡，爸爸去给你谋新的生路了，如果可以一命抵一命，
爸爸一定第一个从医院天台上跳下去。系统有些感慨和怀念。那个男人是我见过坚持最久的人，他可真坚强啊！大部分人的剧情只走了30%，而他却硬生生走了70%，可惜。系统的电子音带着讽刺的戏谑。他走到了最后一步，被女主扔下海里喂鱼，女主依然没有爱上他。我咬牙切齿，你这混蛋，你这畜生！系统此时也不装了，别这么说。你知道的，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正欲冲上前亲自了结柳如烟，系统猛然出声制止了我。我可以带你去见他。系统将我带到父亲所在的地方，地方不大，但都是有欲望的攻略者，他们有的图名，有的图利，来这个世界可是他们自愿的。可惜攻略失败，只得在这里抱团取暖。我在物资的一处小角落找到了我的父亲，他像是遭受了极大的痛苦，见到我时眼中闪过一丝惊喜，随后猛地变成绝望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该来的，快回去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对不起，爸爸太没用了，救不了你。他开始呜呜咽咽的哭，这个曾经再苦再累都挺住的男人，如今因为救不了我，哭得像个孩子。系统这时对我说，要么你乖乖走剧情，我给你一个全新的身体，要么你的父亲将永远留在这个世界，现在选择权在你身上。我平静地看着角落里的父亲，看着陷入崩溃的他，我然一笑。爹，如果能一命换一命的话，医院天台上一定也站满了孩子。父亲的爱总是无声的。系统此时又说道，看来你已经选好了，那么接下来希望好好的走剧情。下一个剧情是女主的生日宴，男主本来以为女主是发出和好的信号，以为不会再受欺负，用打工的钱买了一条昂贵的围巾，结果却没想到邀请男主仅仅只是因为女主想要为生日宴会添点乐子。还没进门，我听到了有人与柳如烟的交谈。这样做会不会太过了？那又怎样？一个贫穷低贱的贫困生而已，就算死在这，也不会有人发现的。难道你不想找点乐子吗？听到这，我怒火中烧，系统却提示我，别忘了你答应我什么。我强忍怒火将别墅门打开，柳如烟看到我，带着故作惊喜的语调，你来参加我的生日，实在太好了。系统看了一眼我的脸色，实时发出剧情提示。今天是柳如烟的生日，她决定在这个日子里给萧凡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。在系统的注视下，我面带微笑，直接把生日改为忌日。整个大厅的画风突变，原本喜气洋洋的大厅在转眼之间挂满了丧，中间那个1米高的蛋糕也变成了柳如烟的遗照。在这种混乱的场景中，我扑哧一声笑出了声。系统愤怒极了，你以为这样你就能对抗我吗？我告诉你，柳如烟是世界的中心，她死了谁都活不了的。我平静地捡起地上散落的面具，戴在了自己的脸上。那你还不赶紧用你的能力救整个世界的中心吗？我早就发现这个系统根本动不了我，这个所谓的改字能力仿佛是对系统进行的一种束缚。在一个满是漏洞、男主卑微到尘埃的世界里，我究竟是为何会有这种能力？明明有2个主角，为什么女主才是世界中心？除非女主杀死了男主，完全夺走了男主光环，成为世界唯一的中心。就在这时，眼前又出现了剧情。系统意识到一切阴谋都将败露，他决定自保，不再管女主死活。听着耳边惊慌失措的电子音，我微微一笑，把自保改成自爆。霎时间，一阵巨大的爆炸声在耳边响起，伴随着系统的哀嚎声。系统临死时还在冲我叫唤：“你这个混蛋，你毁了我的一切！”伴随着系统的崩溃，我终于听到了隐藏在世界最深处的秘密。检测到男主痛苦值为0%，温馨提示：痛苦值100时，系统能量充值成功。听到这句提示音，我突然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清晰了。如果把整个世界当成一个巨大的剧本杀，那么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。系统的能量来源是男主的痛苦值，男主越痛苦，系统就越强。可只有一个男主的痛苦远远不够维持这么长时间，所以系统选择源源不断的送来新的男主。如果说痛苦才是世界的养料，那么如果我是系统，我一定会给这些男人希望，再打碎他们的希望。所以柳如烟、黄毛这些人都是扮演者，也是杀死这些攻略者的罪魁凶手。而这个所谓的改字规则，才是原男主最后留下制约女主的利器。于是我立马回到学校找到柳如烟，她看到我时神情略有不同，因为她已经很久没有吸收到痛苦能量了。萧凡，答应我吧，答应我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她想要我快快走进她的圈套，然后理所应当的抛弃我、侮辱我、打压我，得到我全部的痛苦值。此时一道声音传来：“如烟，你还记得我吗？”柳如烟看到她一惊：“你不是早就死了吗？”她话还没说完，我抢先开口：“对，被你杀死的。”听到这话，全班人都大惊失色。这个班上的每个人都不是好东西。林婉婉其实一直暗恋萧凡，由于之前的攻略者一直围着柳如烟转，她嫉妒柳如烟，想要萧凡独一无二的爱，就连老师都有私心。因此当系统找来的时候，几乎所有人都没有犹豫，但柳如烟此时眼神里露出一抹杀意。我能杀你1次就能杀你2次。柳如烟自大惯了，她还以为她是这个世界的主宰。她刚要冲上来，突然一声巨响，柳如烟消失了。原来她和系统是生命共同体，
只不过有延迟让它多存在了一会儿。此时，眼前突然弹出一个面板。故事改写成功，宿主将回到原来的世界，拥有一具健康的身体，其他攻略者也会一并回去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家里，看到父亲忙碌的背影，我的眼眶止不住的流泪。我上前紧紧抱住父亲，这段时间仿佛像做了场梦，梦醒了，我们的日子又恢复到了往日。